我来到韩国的女子大学，同学们都很有想法。路上中学生向我客气行礼，外国友人也十分的热情。可为什么出地铁要刷2次卡？首尔餐厅怎么如此拥挤？大白天有人在玻璃房跳舞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看看。一觉醒来已经是早上9点，韩国江北老城区太安静了，睡得不错。打开手机就收到首尔的安全警报，类似美国的安珀警报，说一个85岁老人走失的通知。这不是短信，是最高权限的置顶弹窗，所有首尔的在网手机都会强制弹出，外国人也无法拒绝。人一走失，全市的人马上收到通知，大家觉得有没有用？我住的旅店类型叫 motel， 有没有朋友能猜到它面向的群体？今天下雨只有16度，且未来1周都有雨。大家看一下旅馆的外围，就是一个3层的小楼，估计是自住房改的，所以价格实惠。首尔的江北地区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几天明显感觉这里生活节奏的缓慢。之前出差都是到江南的繁华地段，记得第一次到韩国是看了《雪之女王》，追寻剧里的场景。玄彬啊，还有人记得吗？那时候的韩剧让人印象深刻。而我们现在逛的这个江北老城区，就像是国内的小县城，路上大多是老人家悠闲的散步。今天我们要先去女子大学，这边的地铁人很少啊，有个长凳可以坐着等。上一句我说韩国地铁的爱心座位没有人占用，有朋友质疑统计数据量不够多，不严谨。今天我们就继续观察。第一层地铁4号线无人占用，第2层地铁1号线人开始多起来。大家注意，粉色的爱心座位依然是空着的，老先生也不会坐那里，后面会讲。在 City Hall 下车还要继续换成2号线。注意，这里有几位韩国的中学生，为了避免坐错方向，我就问了一下该坐左边的还是右边的。万万没有想到 China. Yeah. You speak Chinese. 右边的女生会一点中文，我们一下就乐了。她用中文向我指路。去哪里？呀，这里。一个地方，这个坐这车。谢谢。哎呦，又是行礼又是鼓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Thank you. 那么第3层地铁2号线，爱心座位依然是空着的。接着又发生一件事，那位会讲中文的同学过来提醒我下车，依旧行礼，太客气了。地铁上大家都盯着我看，更不好意思了，我必须过去感谢下。非常感谢，太感谢。Thank you. This maybe you go to school. 他们上你们上学去是不是？不是去那个红带玩。去玩。去玩。好，玩开心。拜拜。谢谢。这就是首尔的中学生吗？谦和有礼，对陌生人尚且如此，那传闻中学长学弟、长辈晚辈间的礼仪应该是真实存在的，挺好的。4段舞者都有点受恐了。到了梨花女子大学地铁站，注意这里的地铁闸接口有点特殊，它是这种滚动的栏杆。我这里犯了个错误，刷卡之后没有立即出去，等了几秒再推，栏杆就推不动了。再次刷卡也没用，怎么办？难道要翻过去吗？好在我碰到一个韩国小哥，说明情况后，他在外面帮我刷了他的卡，我才从左边的自动门出去。大家刷卡后一定要马上推，大概2秒就会错过机会。这位小哥还做了演示，刷卡，然后立刻从旁边出去。这种转动栏杆我之前也遇到过，但都是刷了卡就有一次推动机会，慢慢来也能过。没想到韩国的机器还读秒。那么梨大站，我们要从旁边的1号出口出去，出来就是梨大女人街。可以看到第一个店是药店，然后 PC 这个是网吧的标志。在上世纪90年代，个人电脑太贵，有钱的老板就开了电脑房，供人们集中使用，就是网吧的雏形。PC 电脑作为标签就沿用至今了。另外要注意，在国外很好用的谷歌地图，在韩国只能导航公共交通，不能步行导航。据说韩国为了安全，拒绝给谷歌地图详细的定位权限。但是我发现高德可以进行步行导航啊，是因为现在和咱们关系更好吗？顺着街道向下走500米左右，就能看到女子大学，就在前面了。已经看到校门，能不能进去参观？我收到的情报是可以做有限的参观，具体我们一起体验。门口很多游客，分不清哪些是学生，先进去再说。校门很简单，但进来这景观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先获取右边的地图，过来可以看到一个大斜坡，这里大有玄机。斜坡两边有玻璃墙，里面藏着6层的学习空间，
被称作地下校园，从坡底往上走，寓意女性力量的崛起和进步。要知道，上世纪60年代以前，韩国女子地位不高，那时还有男女尊卑、三重观念，女性不能继承家产，教育机会也少。好在时代变化了，上面是教学楼，不知道能不能去。我们先从花园这里绕一下，跟着前面几位老外走，他们也犹豫不决。You first. No, you can go. 他们让我先走，那我肯定不干啊！我也不懂这里的规则，还是让他们打头阵。我跟在后面，人多有问题也好解决。很多路口都有禁止游客进入的标志，不能乱闯。于是我们一起讨论了一下，里面是教学楼，我们都很想进去，但又怕违反规定被罚。我顺便问了下他们从哪里来。Where are you from? We're from Russia. Russia? Yeah. 哎呦，怎么我在哪都碰到俄罗斯游客？他们这么悠闲的吗？正好我计划下个月去美国，回来之后也去俄罗斯看看，就问他们有什么推荐。I suggest to visit Moscow. Yeah, St. Petersburg. Yeah, around Moscow you can go to see Gold Circle. 但目前这情况，我最想知道。So, which part is dangerous? 我首先要保证安全啊，要避开的地方。I think it's a lot of propaganda about Russia because Russia is a really safe place. Yeah, and you can go everywhere. You can go in small city in the night, in big city in the night, and very safe. Okay, So, I'll try it. 真的假的？大家觉得呢？不管怎样，这几位朋友有阳光的笑容，他们是真诚的。Nice to meet you. Okay. Nice to meet you. Have a nice day. Thank you. Have a nice 再见。然后听旁边人说，这栋楼可以从外面参观，有2个老外，看看哪里人。 Where we are? Yeah. Spain. Spain. Okay. Barcelona, Madrid. All right. 皇家马德里啊，知道。然后他们又给我推荐了一些好玩的地方。Barcelona is the best place. All Barcelona, right. Because have beautiful buildings and this zone is so cool. So Barcelona or Madrid. If you like football, Madrid. Okay. 有朋友可能要吐槽，维森你跑题了，到女子大学不找个大学生聊几句？我倒是想啊，但是教学楼进不去，这外面全是游客，你们看，再走走吧。这位看起来像是校内学生，但旁边有老师，不方便问。这个拿着饮料和购物袋，没有书本的，不好确定。这2位可以，左边都穿着校服，错不了。来问问他们。Because it's 2025 now, so why you choose this university? Actually, like the thing that I wanted to study at a women's institution, like to feel women's empowerment, to serve community. Yeah. So that's why I was applying to basically like universities in the U.S., like Wellesley College, Smith colleges, and university like UFA. So you think it's important? Like I think back in the day it was important to me, but now I'm studying here, it's not that important. In my department, it has opened the new AI department. 他的专业是 AI 方面的，这部分先跳过。Right now, it's not necessary to divide boys and girls, but it still has some meaning for this university, right? I think like the best thing about women's institutions, you feel so safe. Yeah. Like I feel so safe. For example, when you're tired, just you can lay down and Yeah. just relax and Yeah. sleep a little bit. And like no one is thinking that, oh my god, like am I afraid like someone looks at me or like, do I feel safe here? 所以现在女子大学的意义对他们来说就是更放松和方便。 It's safe and relaxed. Yeah. Yeah. 如果你是女学生，你会选这样的学校吗？英语很棒啊！再见，同学。附近街道的商店都是一些女装、甜品、咖啡店啥的，围绕学生定制，价格不高，时常还有警车巡逻，应该很安全。回到梨大的地铁站，地下通道这里有个 Wall Pass 换钱机器，汇率还行，人民币可以到191，开放的时间持续到晚上12点，急用的时候挺不错。继续上地铁去宏大，那里是年轻人喜欢的潮流地，地铁上的爱心座位依旧空出。下车，宏大站是一个交通枢纽，人明显多了起来。这里有9个出口，另外有个刷卡规则要了解一下。现在我们来到第一个闸机，上面写着 Transfer， 刷卡出去到7号门这里又有闸机。通常我们坐地铁都是一进一出，为什么这里出去要刷2次？是不是多此一举？并没有 ，Way Out 出口这一道才会扣费，前面的换乘闸机不扣钱，只是用来计算路线。因为韩国地铁由多家公司运营，系统要分摊票费，
这样既可以站内换乘一次计费，又能让各公司都分到钱。日本地铁学一下呀！所以出站认准这个 way out， 前面不管多少个换乘闸机，随便刷，别怕。出站走7号门，上来右边有个广场，走到广场中间，看到黄色的屋子，再往前走几步，这里有个 money box 换钱所，是整个首尔汇率最好的地方之一。我用200美元换到28万1000韩元，相当于1美元兑换1405韩元，比机场的1335多了14000韩元，供大家参考。广场这里经常举办活动，现在是挑战踢毽子，看看韩国的小伙实力如何。1、2，不太行。旁边有很多韩式的小馆子，价格不贵，人均消费60到100块之间，但经营状况天差地别。像这一家只有1桌客人，而这一家爆满，外面还有这么多人排队，还全部都是女生。我很好奇有什么特色？挂着红灯笼，写着火锅，难道是中餐？中餐在韩国这么火的吗？先拍个照标记一下，等人少的时候再来看看。还有一些女生扎堆的店，像这个 Momo Mansion， 一堆人排队，以及前面的 Vivid Museum 都是同一种类型，就是提供模板背景、拍好看大头照的地方，人气特别高。这位走出来又被朋友拉回去，一定要拍一张。宏大商圈被称为韩国年轻人的潮流地，东西却不贵，像这些衣服，15000、19000、10000，最贵的都不到100块钱，这么实在吗？还有前面这些便宜的小挂件，也有很多人喜欢。我查询了一下，2024年韩国网上销售占总零售的42%，远高于日本的13%。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开始选择线上实惠的商品，那实体店铺要保住人气，薄利多销可能就在所难免了。我逛了半个小时，恍惚中竟然有一种在深圳逛城中村的感觉，满街都是几十块的小商品，打折甩卖随处可见，感觉卖衣服还不如卖手机壳，衣服一件15000，50块，手机壳8000，40块，这不是潮流之地吗？韩流呢？潮流呢？好在一段歌声惊醒了我，这是韩国的 KTV， 跟我们有很大的不同。我们 KTV 一般是关起来唱歌，他们是玻璃墙外面都可以看到，又唱又跳，还带踢腿的，非常的投入。不错。又开始下雨，那就找个地方吃点东西休息一下。这家店人挺多，那就它了，桌子很小，空间利用率高，这是韩国小店的普遍情况。扫码点餐，等了20分钟，应该不是预制。明太子拌饭6000，这不是日本菜吗？招牌鸡翅9000，一共15000，大家觉得贵吗？我感觉大约是日本1/2的价格，在日本那个明太子饭就要100往上了，所以韩国的消费比日本便宜不少。顺便给大家看看店里的氛围，现在人都坐满，韩国人特别喜欢聊天，他们点的东西也不多，有时候4个人点几杯饮料，2个小菜就可以聊几个小时，不在意空间小桌子小，这样的消费不高。相对于日本人的 AA， 韩国人更喜欢轮流请客，这可能就是他们的松弛感。走吧，街上人依旧很多，下雨似乎并不影响人们的兴致。前面有个淋着雨直播的小哥，他试图逗大家开心，但我却感到一丝落寞。很多时候撑起生活的方式，也许藏着无奈。而这位拿麦克风的小哥，他没有直播，沉浸在自己的音乐里，也许想表达什么。大家觉得好听吗？还有旁边的大叔，他似乎也有强烈的情感。对不起。天色渐渐暗下来，首尔的夜晚通常很热闹，如果不下雨，这里会有更多的表演，但今天有雨，就只能这样了。返回的地铁2号线，爱心座位依旧空着，老外也跟着遵守。最后一次换成4号线，终于看到有人使用了，她是一位准妈妈，这个位置就是给她准备的。有朋友问，如果老人和孕妇都需要爱心座位，谁让谁？在韩国不会有这种情况，粉色是孕妇专座，黄色是老人专座，老人家也不会占用粉色的位置。而如果有年轻人坐了其中之一，整车人都会注视着他，自然也就不好意思了。回到老城区，四周安静了许多。我收到一条线索，听说首尔有个古老的村子，生活艰难，人们却难以离开。
下一期我们一起去探索那个被时间遗忘的地方。我是维森，下周再见。